五一假期，我留学归来，家里多了一位未来嫂子。她扬言要给我这个素未谋面的小姑一点下马威瞧瞧。人前她温婉大方，背地里却处处针对我。面对我的忍让，她一脸得意。我可是这个家里未来的女主人，是陆家的少奶奶，你最好对我客气点，否则我就让你哥把你扫地出门。我却笑了，蓦然告诉他，我哥是领养来的，我才是陆家唯一的继承人，连我哥都要看我的脸色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呀。此刻的你，是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，正窝在沙发里放松，还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，想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呢？无论你身处何方，此刻请试着放慢呼吸，欢迎来到心灵小书馆。这里没有厚重的典籍，没有复杂的理论，只有一本本藏着温柔与力量的小书，和一段专属于你的与心灵对话的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正值五一假期，机场人山人海，可我还是一眼就从人群中看到了来接我的哥哥。我哥接我从机场回到家的时候，爸妈正在翘首以盼地等待我。因为在国外留学的缘故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，大家都无比兴奋。我跟家里人一阵寒暄，诉说着思念。我哥这时候拉过来一位陌生的女人到我面前，有些腼腆地向我介绍着，这是我女朋友，你未来的嫂子，周薇薇。随后冲着她微微抬头，这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，我的妹妹，陆木桑，叫她小木就好。你好。她面带得体的微笑，对我伸出了双手。我还沉浸在回家的激动心情里，跟她打过招呼就继续回头和我爸妈喋喋不休了。晚上我和我妈黏在一起，据我妈说，这个周薇薇是我哥在他所管辖的分公司认识的，还是个实习生，人倒是单纯也温婉，我哥喜欢的不得了，所以没在一起多久就领回了家，并且说要娶她。我像是吃到大瓜一般兴奋。然后呢？我哥真的要结婚了吗？我跟你爸当然希望找个门户相当的，但是他坚持的话，我们也不好说什么。他要真心喜欢，还是随他。我妈一向是开明的，我并不为我哥担心。但是没想到，第二天见到周薇薇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还真是小瞧了她。因为倒时差的缘故，我睡醒的时候是大下午了，起来去楼下找吃的。我坐在餐桌上吃早餐，悠悠地从后面传来一声，妹妹这个点才醒啊，你哥都去公司上半天班了，你没事吧？我头上飘过一阵问号，我转过头，是周薇薇发出的声音。啊，你在跟我说话吗？我有点不敢置信。她白了一眼，眼人快翻到天上去了，抱着双手慢腾腾地从楼梯上走下来。好家伙，她看上去已经是我家女主人的气势了。昨天在我爸妈面前倒是正常，人后等不及，居然开始给我脸色看了。不然呢？这屋里现在还有第三个人吗？语气里是藏不住的不友善。看来我没有误会他。我震惊之后只觉得有趣。我以为你在跟别人说话呢，毕竟我跟你也不熟。可别开口叫我妹妹，我家可没有什么姐姐。我呛过他就扭过来继续吃饭了。这种货色，我哥是被猪油糊住了眼睛吧？居然看上了他。他继续走到我面前，气势汹汹，刚要开口，就听到了大门打开的声音。周薇薇竟然马上切换了另一副面孔，面色柔弱，语气一反刚才的阴阳怪气。妹妹别生气，你要是觉得我不配叫，以后我就不叫了。原来21世纪还真有如此教科书般的绿茶，自己难道不会觉得太假了吗？这时候我妈和我哥一起走了进来，一看周薇薇委屈巴巴的样子，有些疑惑，快步走过来询问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周薇薇看我哥回来了，更加起劲，
甚至从眼睛里硬生生挤出2滴眼泪在眼眶打转，看上去真是天可怜见。没事，妹。啊，不是，小木她不愿意听我叫她妹妹，我以后不叫就是了。我以为这样可以表现得亲近些，没想到惹小木不高兴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以后不叫就是了。我被这话震得不轻，活了20多年，没见过真的戏精，我也算开眼了。我妈这时也劝和，哎呀，就这么大点个事，不至于生气。我哥也说，小木他可能正在闹起床气呢，可能刚回国还没有调理好时差，你也别当回事。说着冲我使了使眼色，就搂着怀里可怜巴巴的周微微回房间安慰了。我不用继续吃，也被气饱了。我妈看向我，问我怎么回事。我说没什么，我倒要看看这人还能整出什么蛾子。我刚回国，像头挨饿多时的动物，每天出去和老朋友聚会，大吃特吃，是要把我这几年没吃到的都补回来。在这期间，我原本是没时间搭理周微微的，可是没想到有个朋友主动提起了，你那个未来嫂子跟你相处的怎么样？不是一般人吧？说话的是我的发小赵晨，他的表情和神态就是一副我什么都知道，但是我就是不说，等你来问我的贱样。这人打小就是这样。我瞥了他一眼，如他所愿，说道有屁就快放。他笑得更奸诈了，这小姑娘就是你家公司里的实习生，刚进公司没多久，就把你哥那个大傻子迷得不行。我嗤笑了一句，就这，还用你说？这谁不知道？整点我不知道的。赵晨也不恼，继续说，那你知道吗？这人从进公司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要勾引到你哥。现在人家就自称是陆家少奶奶，用这个身份到处招摇。我终于转过头看他，赵晨得意地掏出手机，给我看了几张截图，是周微微和她的小姐妹的对话。陆远已经被我拿下了，什么富家公子哥，在我周微微这里还不是乖乖拜服。陆远带我回家见父母了，陆家的房子好大啊，还有保姆伺候，我一定要牢牢抓住。陆远的妹妹就要回来了，这种家庭下的小姑子都是隐患，等她到家，我要好好给她一个下马威。真愚蠢，这种事情也敢拿来炫耀，真是沉不住气。我心里腹诽道，又转过来看向赵晨，你和截图里的人又是什么关系？赵晨嘿嘿一笑，我鄙夷地看了看他，他倒是坦荡，这有什么？你情我愿的事，各取所需，谁像你哥一样？我却不得不对周微微留一份心眼。据我的观察，这个人虽然叫微微，但是野心可不小。他面上温柔善良小白花，不争不抢，什么都不图，可实际上是什么都莫亏待自己。他让我哥给他转了正，升了职，做了部门的闲职，从当初的偶尔来住，几乎变成了彻底搬进了我家。他很会装可怜，也会讨人喜欢。这个家里除了我和保姆，他对谁都是笑脸相迎。讨好我爸妈是讨好未来公婆，哄着我哥是为了快点结婚当真正的陆夫人。唯独我一个小姑子，他是连转都不愿意装。王妈给我送的夜宵被他看到了，就吵着也要吃。可是那时候已经很晚了，汤是早几个小时前就开炖的，这时现做肯定是来不及了。而且王妈也要睡了。她一听王妈不愿意，双手一叉腰，又摆起少奶奶的谱来，怎么？我想喝个汤还不能给我做吗？你是陆家的保姆还是来享福的太太？我还指使不动你了是吧？王妈没办法，只能去给她做。她就是如此跋扈，却在我爸妈面前处处让着我。倒是我懒得跟她上演这种拙劣的戏码，从不给她好脸色。这种对比倒显得我不懂事了。我也曾试探性地问我哥，真的要娶周微微吗？这人他真的了解吗？
我哥只是当我是闹小孩脾气，说以后会和他结婚，希望我跟他好好相处。我爸妈也对周微微越来越好，周微微会陪我妈购物、买包，不管我妈看中了什么买，都会夸奖我妈的眼光，哄得我妈花枝乱颤。当然她也会经常得到来自未来婆婆赠送的礼物，情绪价值换取物质价值，两个人都很满意。我哥自然乐得看他们婆媳关系融洽，这个家里只有我不喜欢他，这种落差越来越明显，我反而看上去真的像个反派小姑子了。因为如此，周微微更加自信地面对我，在我爸妈看不见的地方，更加变本加厉地对待我。妹妹的房间可真大，等我和你哥哥结了婚，可以换到这个房间吗？反正你到时候也是要嫁出去的。我看这里采光和空间是最好的，如果闲置了，真是可惜了。像是在问询，可语气却是通知的语气。原来从一开始就相中了我的房间。我看了一眼在一旁的我哥，他居然什么话都没说。我怒极反笑，是吗？你还未必能嫁进来呢，就想着抢我的房间了。而且你都绑上我哥了，怎么结婚他还不给你买一套自己的婚房吗？还要赖在我家？小慧，别胡说。我妈听到了我说这句话了，走了过来，微微你别和他一般见识。我妈还反过来安抚周微微，随后对我说，那是你应该说的话吗？快给你哥和微微道歉。我才不呢。尽管我也意识到不该说这句话，但是当着周微微是面我才不愿。周微微看我妈也向着她说话，看向我的眼神更加趾高气昂了。没事的，阿姨，小木她也只是在闹脾气，我们才不会搬出去呢。我和陆远要陪你们，我还要伺候你们养老呢。眼神挑衅我之后，对着我妈奉承的话却张口就来。我哥也在一旁当和事佬，也不怪小木，是微微逗他说要和他换房间，微微还当真了，转过来像是在哄一个不懂事的妹妹。你嫂子逗你玩呢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我妈也连连说她懂事，说我怎么变得这么小气，开个玩笑而已，责备我不容人。眼看着真的开始筹备婚礼，我才开始着急，不能让她真的嫁到我家，总不能跟这个戏精真的生活在一起吧。我趁着那个周微微莫来我家的一天，跟我爸妈还有我哥开了一个家庭会议，我不同意周微微嫁给咱家。此话一出，我爸妈和我哥哥都看向我。我妈说，小木别瞎闹，而我哥像是毫不意外，果然如你嫂子所料，你果然不同意，真行，还让他给预判了。我哥似乎是有些无奈，你到底为什么不满意微微呢？处处看不惯他，他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不信，没想到你真的在这时候还要为难他。说着我哥有种替他委屈的神态。小木，你就当是看在哥的面子上，不要再针对微微了好吗？你要是真的不喜欢他，等结了婚，我就搬出去，不让你俩在一起住行吗？看来是周微微提前给我哥打过预防针了。我接下去说是所有话他都会认为是我不喜欢周微微而找的理由，还真是心机深重。我知道我再多说什么也无用，直接拿出了那些周微微和小姐妹的聊天记录。眼见未实，他们总要相信了吧？我把截图一一拿出来展示，我哥却不为所动，只看了2眼就很决绝地回答我，这不可能是微微说的话。我就知道他会这么说。我掏出了整体的录屏，从账号开始到实名资讯都录在里面。我哥的表情终于不再是对他完全的信任，仔细地看了起来，包括语音。我结婚那天你来做伴娘吧，是周微微炫耀的语气。我马上就要成为陆家的少奶奶了，到时候就去陆家享清福喽。她的那个好姐妹回复，这是好事将近了，恭喜啊！可是豪门的儿媳也不是好当的啊，
到时候是享福还是受罪还不一定呢。你自求多福吧。看来这所谓的姐妹也不是真心的，一个炫耀，一个酸的不行。哼，他父母都是好糊弄的，年龄也大了，等我进了门还不是要听我的。只有他那个妹妹，总是跟我作对，到时候我就想办法给她赶出去，不让她在老宅碍我的事。反正她一个女孩，也不会继承什么家业，陆家的一切还不是我老公的。他都跟我说了，以后他是要接班的。一条长语音还没听完，就被我哥急忙关掉了。接下来的话没有再听了，只是在场人的脸色都不是太好。我哥还没有从他小娇妻的巨大反差里缓过劲来，就听到了他揭发自己的私心，一时慌乱又心虚。这时他都没心思替他心爱的未婚妻说话了，只是紧张地看向我爸妈。我哥控制不住地咽了咽口水。爸妈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说过这种话，是他胡说的。我爸只是审视的眼神，不发一言地看向他，这让我哥更加紧张，额头都渗出了汗。结婚的事先放一放吧。我爸终于开了口，撂下这句话就起身回了房间。我妈也跟随我爸离去，只留下我和陆源两兄妹，谁都没有先开口。像是过了很久，我终于受不了这么压抑的气氛，打破了沉默。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，我只是怕哥你被人骗，没想到会变成这样，我又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我哥开口说了句：我知道的。他镜片下面的双眼一直低头看着地面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我也回了房间，赵晨发来了那么多语音和截图，我哪能一一听完？我只一心要我家人看清周微微的真面目，没想最后会闹成这样。不一会我爸来敲我的门，他想听完刚才的语音，东西是我找来的。我哥打断自然没什么用，我爸皱着眉听完了全程，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也是在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在周微微口中变成给随意拿捏的傻子，怎么会不生气？我也坐立难安，一边骂这个周微微，一边为我哥说情。这个该死的周微微，居然敢说这种话！爸爸，这些话也不一定是我哥说的，是这个周微微信口胡说的也不一定。你千万别生气。周微微口中的我哥，那个温柔稳重懂事的陆远，变成了一个要独吞我家财产的，不把我放在眼里的，甚至于着急取代我爸的位置的陌生人，确实一时让人难以接受。我回来也玩了许久，该是去自家公司上班的时候，我被我爸派去了我哥的分公司，还跟那个周微微一个部门，这也是我爸的意思。不去不知道，去了才知道周微微真是好大的架子，工作是不会做的，恋爱是要搞的，端茶倒水是要人伺候的。部门的实习生端着咖啡一边走一边愤愤不平，明明他也是新人，怎么我就得为他端茶跑腿的？我是来上班的还是来给他当保姆的？周微微坐在我哥独立的办公室里，边搓着指甲边等待着人给他送来咖啡。等那实习生进来，他连头都不抬，下巴一努，淡淡道：哥这把真是好大的官威，还没转正呢，就这副做派了。我忍不住开口，他倒是被我突然的进门吓了一跳，慌忙收起了桌子上的美甲工具，看清是我后又惊讶地质问：怎么会是你？你来干什么？多荒唐，这是我家的公司，你问我来干什么？你来上班？你哥怎么没和我说？他还是一副怀疑的语气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跟你说的着吗？我直视他回答，顺便还给他一个白眼。真把自己当我嫂子了啊？也不看自己配不配。我的声音故意很大，外面的同事都翘起耳朵听。周微微面子上过不去，站起来对着我旋：我当然是你嫂子，
你哥已经在筹备婚礼了，我们也马上就要结婚，这是全公司都知道的事情。你这样对我说话，是你的教养和素质吗？你还好意思提教养和素质？你就没发现我哥最近不爱搭理你了吗？你的婚礼进行早就停滞不前了吧？我嘲讽的意思溢于言表。你是真蠢到没发现啊，还是不敢承认啊？周微微面有所思，脸色变得不好看起来。只是在我面前怎么肯示弱，在这里也趾高气扬习惯了，他才不肯承认自己被当众打脸的事实。那你就等着瞧吧，看我是怎么嫁给你哥的，到时候就等着恭恭敬敬的叫我一声嫂子吧，我或许还容得下你。说完，拿起了我哥送他的名牌包包，扬长而去。真是可笑，还你容不下我，我家还容不容得下我哥都两说呢。周微微一心想成为我哥的夫人，享受荣华富贵，高高在上，甚至不把我这个陆家的女儿放在眼里。可是就没人告诉过他，我哥陆远只是陆家的一个养子，从小谨言慎行，在我家长大，只是看在他死去的父亲面子上，我爸妈才会对他像是亲生一般。他父亲生前是我爸的司机，退休后回到老家，不幸遭遇天灾，夫妻双双离世，只留下了一个刚上小学的陆远，不得已送到了孤儿院。等到我爸妈知道这件事后，才从孤儿院接回了他。我爸妈念着他父亲的情面，资助他上了学。没想到他在学校被别人欺负，后来看他也是乖巧懂事，决定收养他为养子，改了姓，对外就称是我家的亲生儿子。我哥自小在我家长大，毕了业理所当然的被安排进我家公司上班，一直也没什么错处，只是谈的这个恋爱实在是拿不出手，还牵扯出这许多事来。周微微果然去找我哥闹了，只是闹了几次，我哥就找借口不见他了。我哥这几天也没闲着，终于长了脑子，去调查了周微微的为人和身世。陷入爱情陷阱的糊涂人终于不糊涂了。我哥拿着厚厚的资料，面色阴沉地回到了家里。那时我和爸妈都在客厅。都是假的。他疲惫地摘下眼镜。周微微居然骗我，他说他自己是个孤儿，我才对他多加照顾。我想到了小时候的自己，后来他屡屡接近我，我也因为身世原因惺惺相惜，越走越近。没想到全是假的，温柔是假的，家世是假的，他的爱意也是假的。我哥看上去伤心透了。爸爸妈妈，这个人从一开始就是带着目的接近我的，你们可千万不要相信这种人的话啊！你胡说！什么叫我这种人？我这种人也是你主动要和我在一起的，也是你承诺的会给我一切。现在你不承认了是吧？周微微从楼上冲了出来，我哥也没想到他会出现在这里。周微微是1个多小时前到的，大约是找我哥闹出结果，就找来了我家。他进了门就哭着求我让我答应他们的婚事，又跪下来求我爸妈，说自己已经怀了孕，有了陆家的骨血，让我家成全他，声泪俱下，好不可怜。我妈妈只觉得头疼，安慰了几句就让他回房休息。临上楼前，他还回头嘱咐了王妈，记得炖点乌鸡汤，再做个佛跳墙，晚会儿我吃点补补身子。看上去是肚子的那东西给了他自信，现在指使起我家的保姆更加理所应当了。只是汤还没喝到，屋子里也还没消停一会，我哥就回来了。周微微听见他这样说，气得发疯，也不再一味地装可怜，干脆与我哥撕破了脸。那些话就是你说的，你说你为家里鞠躬尽瘁这么多年，以后必然是要接过陆家的大任的，也是你说的。你说陆木桑是个女孩，不必放在心上，以后公司的一切都是你的，只要我给你生个孩子，就等着享福，这都是你说的。
周微微声嘶力竭，一反往日柔弱的样子，冲过来与我哥对峙。我哥急得去捂他的嘴：“你瞎说什么？你这个贱人！”周微微挣脱开来，又冲着我爸妈下跪：“我现在怀着陆家的骨肉，你们要么娶我，要么给我一笔钱。我一个黄花闺女，不能这么拖着大肚子莫名莫分的。你们家给我个交代，要不然我就死在这里。”我哥听闻，紧紧闭上了双眼。我放下了吃水果的手，慢腾腾开了口：“说得对，这把人家肚子搞大了，的确是要负责任的。”周微微抬眼看向我，眼神里发着光，以为我是开口替她说话的。只是这孩子和我家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又抓起牙签，扎了一块西瓜。周微微睁大了眼睛：“你什么意思？这是陆家的孩子，难道你们要不认吗？我可以做亲自鉴定，这就是陆家的孩子。别说了，我让你别说了。”陆远阻止了周微微继续说下去的举动。我爸捏了捏被炒得发痛的太阳穴：“陆远，你们两个既然已经走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，难道他没告诉过你吗？他是我领养来的孩子。”他看起来有些烦躁了，可还是尽力维持着平和的语气：“这么多年，我对你可以说是问心无愧，只是你的野心太大了。”周微微在我爸开口的一瞬间就如遭雷击，她做梦也想不到她的白马王子、富二代老公竟然不是我爸妈亲生的。那她刚刚拿肚子里的孩子作为威胁，实在是太可笑了。儿子都不是亲生的，孙子又算什么？她瘫坐在地上，再也没有心气起来跟我吵架了。竹篮打水，竟然是一场空。亏得他在所有人面前炫耀，他的豪门太太梦全都泡汤了。我哥却急了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一家都对他的身世闭口不言，当他是自家人。可今天我爸却公然地说了这件事，看来是真是伤了心。爸，我真的没有，我为公司这么多年兢兢业业。爸，你要相信我。我哥急得快要哭出来，可是这话却没什么说服力。我爸听了那天周微微的语音后，暗中调查了我哥，知道他在分公司贪污和财务暗中转移钱财的事，他自然不会听信一面之词。没想到这个亲手养大的儿子这么不堪，我爸还是冷冷告诉他：“先去解决自己的事吧，公司暂时不需要你操心了。”我哥的脸上一瞬间吓得灰白，他慌乱中跪坐了下来，一把抱住我爸的大腿：“爸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”只是我爸这个人杀伐果断，决定了，就算是彻底葬送了父子之情，别再叫我爸了，我替你父亲养你到现在，毕了业，现在也快成家了，仁至义尽了。我爸又何尝不伤心呢？付出的心血、金钱和感情，不比我妈少。而这样的栽培，居然为家里养了头狼。我爸低下头，将那双抱紧自己的手扒了下去：“搬出去吧，别在这惹我心烦了。”我哥转过头，祈求地看向我的妈妈。家里向来是我妈最疼他，只是这一次，我妈也不愿意为他讲话了。第二天，我哥被我家赶了出去，他和那个周微微的东西被收拾得干净，我妈花钱买的衣服首饰都没有给他带走。周微微气不过，又知道这个身份实在没资格闹，只能小声反驳：“只是太太当时送给我的，怎么陆家大家大业的还能耍赖不成？”王妈一边挑着东西，一边像是看傻子一样看向周微微：“太太送的是陆家儿媳的，可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要给的。既然你现在不是我家的人了，那自然属于我家的东西也是不能带走的。”王妈平时可莫少受她的颐指气使，终于把她赶了出去，好不痛快。当天晚上，我爸召开了记者会，公布陆远此后和我家没有任何关系了。
到底是看在多年的情分，我爸没有将他所做之事全部公之于众，到底是为他留了体面，担心以后再搞出闷蛾子。我爸妈在我的提醒下去做了法律公证。陆远，哦不，现在应该叫他张文了。他起先还不愿配合，觉得只要法律上是陆家的儿子，就还有机会回到陆家。我爸只说了一句话：你和财务那些事，我都已经知道。如果不想进监狱，就体面些。剥离家人的身份也莫多复杂，很顺利地完成了整个流程。分别的时候，我妈还是默忍住落了眼泪。我爸只对张文说了一句好自为之。10几年的家人，我们最终分道扬镳。我爸妈还是难过了许久，家里突然少了一个人，气氛都低沉了起来。张文和那个张薇薇搬出去了，他虽然不是我哥了，我爸也没有对他赶尽杀绝，仍然分给了他一套房子住，没有将他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。虽然辞退了他，也让他能找到其他糊口的工作。他和周薇薇还真是天作地设的一对，闹了这么一遭，居然还没分手。或许是张文对周子薇薇来说，还是一个不错的对象。虽然脱离了陆家，想必当年在我家也没少搞钱。周薇薇还挺个大肚子，在自己的圈子里也没脸见人了，只能牢牢抓住张文不放了。只是不同于之前的恩爱了，现在只剩下相看两厌。他们也在这种生活子认识了真正的彼此。不同于周薇薇的绿茶技能，张文才是真正的极端。看上去是温柔情绪稳定的男人，其实记仇又腹黑。没多久，我就听说周薇薇流产了，原因不清楚，但是我知道一定和我那个便宜哥哥有关系。他被骗了感情，又因为他失去了陆家的机会，他怎么肯轻易放过他？我坐在酒吧的卡座里，听着赵晨向我传达张文周薇薇二人的最新消息，唏嘘不已。毕竟也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哥哥啊。嗨，周围的所有人看到我露出的悲伤表情都愤愤不已。小陆总别难过了，都是这对没良心的，幸亏你们发现的早，早早赶出去也好，省得以后成为更大的祸害。是啊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，白白辜负你们一家这么多年的栽培。养条狗也有感情啊，他居然这么对你。现在好了，2个戏精自相残杀去了，恶人自有恶人磨呀，也别这么说了。我面露不愿，出言打断好友对他们2人的审判。那毕竟是我叫了10几年的哥哥啊，虽然现在我们没有关系了，我爸也不准我接济他，但是好歹兄妹一场，我不愿意说他的闲话，你们也别再说了。说完，我像是想起了伤心事一般，起身去了洗手间。进去关上门的那一刻，我差点笑出声。是啊，谁又知道呢？我回国的目的就是夺回这一切的。录音当然是我故意叫我爸爸听到的。他信任无比的杨子的野心，要有个机会让他察觉，这可比直接找他有信服力的多，也更让他生气。周薇薇不是我的人，但是我从回国前就已经调查过他的为人，需要他来撕开我家父慈子孝的口子。他果然没让我失望，看上去我哥还真是喜欢这个周薇薇。在我家谨小慎微这么多年，只在他面前暴露了真实的想法。或许是微微编造的孤儿身份让他放松了警惕，也或许是想到了从前的自己，从那么黑暗的童年而来，到现在功成名就，以至于在周薇薇的面前自大的失去了分寸。我爸一旦怀疑了，就一定会查明白，一旦真相大白，我家是一定容不下他了。陆远对我家的所作所为，当然是传出去的。我爸给他留面子，我却不敢给他留机会。于是，我和朋友的聚会，醉酒后说漏几句伤心话也是情有可原的。我当然知道张文那些话都是出自真心，他在我家的时间越长，就越觉得这一切都该是他的。
我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孩，不足畏惧。再说我爸又有些重男轻女，要他接替董事长的位置，简直是指日可待。只是我哥太心急了，看女朋友的眼光不及他心机的一半。当初也是他极力说服我爸妈让我出国留学，每次我想回来都巧妙地想出理由阻挠我。眼看着他越爬越高，我怎么能不着急？于是我一边学习金融管理，一边叫国内的老朋友监视我家的动向。那个微微愚蠢到去和别人搬弄是非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是时候回来了。哪里需要多磨精细的局，只要利用这个多事的女人，时不时的添把油加个醋，我就能把我家里最大的威胁铲掉。就算万一别人发现了又怎么样？我也确实没做错什么，不是吗？我顺理成章地接替了我哥的位置，越做越好。那家分公司不是我唯一的舞台，我自己的生意我自然卖力。那天我为家里拿下了一笔大单子，庆功宴后，众人散去，我和父亲对面而坐。我爸眼里是藏不住的欣赏和骄傲，我的女儿真是长大了，这么能干，眼里都是欣慰。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这句夸奖，我爸又开了口，就算你哥还在，你也是陆家唯一的继承人。我没言语，我爸又笑着对我说，我都知道，其实你不用那么费力，这些东西也不会被夺走。我苦笑出来，牵强地扯了扯嘴角，你不知道，当初把陆远领回家的时候，我听到了你和妈妈说，要是咱们也有个儿子就好了。我还在上高中的时候，你说家里的产业需要有人接班，这孩子聪明，我看是个可塑之才，要是陆远能和我家小木结婚就好了，一切就顺理成章了。你不知道这2句话造成我多大的影响，我又为此做出了多少的努力。这话我不会对我爸提起了，千丝万缕从我脑海中闪过，到了嘴边只剩一句，爸爸，你喝醉了，妈妈还在家等着，我们回家吧。今天的心灵小书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记得把这份温暖也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，让更多人能在文字里找到慰藉。下一期心灵小书馆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温暖文字与你相遇，不见不散呀，亲爱的朋友。